Intuitive 这个季度可以分成两面来看，账面增长很强，但增长质量仍然不好判断。营收达到 28.9 亿美元，说明公司这个季度已经做到相当大的规模。但只看这个数字，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增长为什么出现。后面会用可比期间的数据和公司公布的增速来确认这次增长。现在缺少的是产品定价、系统投放、客户、地区和使用量各自贡献了多少。没有这些信息，我们无法判断增长是全面发生还是集中在少数部分。我们也无法判断它能不能延续。核心判断很清楚 ，Intuitive 的营收表现强劲，可现有数据没有揭示背后的经营驱动，也不能说明这些驱动能持续多久。对投资者来说，这是一个令人振奋但还不足以下结论的季度。结果已经看见，背后的机制还没有。先看最明确的数据，本期营收是 28.9 亿美元，公司公布的营收增速为 19.0%， 这足以确认季度表现强劲，却没有告诉我们增长来自哪里。Da Vinci 手术量增长为 15.0%， 说明这个平台报告的手术量有所上升。Ion 手术量增长为 36.0%。按公司公布的增速看 ，Ion 更快，但两组数据不能直接相比。现有数字也没有反映两个平台各自的规模和成熟度，所以这里不是在排名。放在一起看，两项手术量指标都在上升，可他们仍然没有讲清手术量和营收结构之间的关系。公司口径的非公认会计准则毛利率为 70.0%， 它可以反映当期的毛利水平，但不能解释营收为什么增长，也不能说明现金创造能力。再看可比期间，上期营收是 24.4 亿美元，可以确认公司现在是在明显更大的营收基础上经营。还没解决的问题是结构，我们不知道变化有多少来自产品定价、系统投放、客户、地区或使用量。全面增长和集中在一小部分业务里的增长，都可能产生相同的公司整体增速，但两者的持续性可能完全不同。利润也朝着同一个方向改善。报告净利润升至 8.2 亿美元，可比上期为 6.6 亿美元，说明公司整体盈利高于1年前。摊薄每股收益也升至每股 2.29 美元，但写每股 1.81 美元。这两个指标同时上升，让营收增长更有分量。公司并不是只增加了销售，报告利润却在倒退。对投资者来说，把两者放在一起看，比单看任何一个数字更有信息量。改善既出现在公司整体利润，也出现在每股收益。不过，这些仍是会计利润，不是现金流指标。现有数据没有显示多少利润真正转化成了现金，但也没有说明改善来自一个业务领域还是多个领域，更不能证明当前水平能够延续。这些数字同样没有提供流动性或投资者回报方面的信息。合理的解读是偏正面，但边界很清楚。Intuitive 在营收上升的同时，报告的整体盈利能力也增强了，只是改善来自哪里，现金转化如何，目前仍不知道。这是报告结果里的真实进步，同时也留下了重要问题。研发投入也增加了，本期研发费用为 3.7 亿美元，可比上期为 3.1 亿美元。这只能说明公司花的更多，却没有告诉我们资金投向哪些项目。它也没有说明这些项目何时可能见效，或者能够带来怎样的回报。这个数字没有提供现金储备、债务、流动性或融资能力的信息，因此不能把它当成判断资产负债表实力的捷径。更让人安心的是，报告利润同期也在改善。净利润升至 8.2 亿美元，上期为 6.6 亿美元。摊薄每股收益则升至每股 2.29 美元，上期为每股 1.81 美元。这些改善说明，这个季度不只是营收增长那么简单，经济表现也更扎实。但更大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。研发费用和报告利润可以同时上升，可这两类数据都不能说明会计利润转成现金的效率，也不能证明当前增长和盈利能够持续。所以这个季度的经济表现确实更强，却还不足以回答增长质量的问题。眼下投入增加只是背景信息，既不能证明公司更强，
也不能证明公司更弱。管理层维持了全年达米尼手术量增长指引，目前指引终点为 14.5%， 和此前的终点 14.5% 相同。这只能说明管理层自己的预期没有变化，不是在和市场预期比较。它也不保证最终一定能够实现。一次没有变化的指引终点，同样不能证明管理层过去的预测有多准确。结合本季度的报告结果来看，整体令人鼓舞，但信息还不完整。营收大幅上升，手术量增长，公司也在更大的营收基础上实现了更高的报告利润。这些数据放在一起，比单独一个醒目的营收数字更有说服力。可它们仍然没有说明增长有多少来自产品结构、定价、系统活动、地区或其他经营驱动。我的判断是 ，Intuitive 交出了一个强劲的报告季度，也维持了原有指引，但增长的覆盖面和持续性仍有待确认。接下来几个季度需要看手术量动能能否保持，报告盈利能力能否站稳。这正是一个好季度和一套已经解释清楚的增长逻辑之间的区别。接下来2个季度重点跟踪 Da Vinci 手术量增长，目前的参考水平是 15.0%。如果大体稳定，说明手术量动能仍在延续；如果明显放缓，当前的增长判断就会被削弱。除了手术量增长，也要看公司口径的非公认会计准则毛利率。接下来2个季度要观察它能否维持在当前水平附近，目前为 70.0%， 保持稳定，只能说明这项报告毛利率仍在延续。如果明显下降，这个狭义趋势就会转弱。以上仅为分析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